小杨，24岁，来自山东，是一名销售。女嘉宾小王，22岁，同样来自山东，是一名学生。有请。欢迎你们。这女孩的嘴撅的，受了多大委屈啊？我之前的确做过有一些他隐瞒他的事儿，所以说，算是有一些对不起他吧。他毕竟之前对我挺好的。嗯。然后，我们因为这个误会分了。分手1个月了。对，分手1个多月了。真分了？反正他一直给我联系，但是我没有接受。哦，算是分手了。嗯，对。分手怎么又来了呢？他这样坚持，我还是有点犹豫，就是说想把这个事就是给大家给3老师说一下，然后想听大家的意见。其实心里也有点舍不得，是吗？对，因为之前我俩就是本来就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一开始我们俩感情本来是特别好的，我是觉得这个女孩就很乖，就挺懂事的，所以一开始谈得很顺利。你们是交往多长时间之后决定分手的？交往了接近1年多，因为前几个月的话，我们感情特别好，中间出了一些小岔子，导致我们误会特别深。觉得这不算什么小岔。遇到了什么事儿？就这样，就一开始我们就是本来是谈的就很顺利，什么事情也没有，就是慢慢的发现，就是经常有一个电话号给他打电话、发短信什么的，而且他都没有备注，而且呢手机也不让我看。因为这个电话就经常给他打，而且我听起来是一个男的。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俩一块吃火锅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又是接那个电话，还专门跑门外打去，外边还下着个雨，你说你至于吗？可是我不想让你误会，因为毕竟是一个男的，对于山东人来说，就是说男的比较比较霸气那种，肯定这样的话会接受不了，因为一直在联系我。哎，我特想知道啊，这电话总响。总是一个男的，你还得逼着他接，你怎么解释啊？我接个电话还要离开他，到外面去接，当时怎么解释呢？我当时是没有解释，直接就上外边打去。是我后来我半开玩笑，我问他一句，我说要怎么了？这是有男生追你吗？因为我觉得女孩有男生追也很正常嘛。我就顺水推舟的，然后就说是的，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什么。不过我说我可以自己去解决，大约也就1、2周的时间吧。从你发现有这个陌生奇怪的电话，到他跟你说出是有个男孩追他，自己解决，中间有多长时间？反正从我开始发现到给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2个月吧。那他还真挺能忍的。当时我发现完可能也因为就是他经常是跟我在一块的事情嘛，虽然说他确实经常默认电话，但是也没见他自己偷偷跑出去过，这个倒是没经常，所以可能我发现确实挺晚。然后就让他自己解决了。对，我当时就给他说，就是说那你事情你解决好是吧？咱省多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然后你当时也那么答应我，1、2个星期就解决好，结果1、2个月了，我看一点效果都没有。但你忍了，是吧？最后还是没忍下去。什么事让你忍不下去了？就是那天我俩在一起，然后他又接那个男人的电话，然后我不愿意听嘛，毕竟还是挺烦的。男人都有点占有欲嘛，然后我就直接把电话夺过来了，我就直接给那电话那头男人就说我是她男朋友，请你以后你不要再纠缠她、骚扰她，行不行？当时是差不多这个意思，原话比这个稍微就难听一点，带一点脏字儿。然后那边听着也骂咧咧的，我也没注意听，我直接把他扣断了。这吵完是不是就能恢复一段平静了？暴风雨前的平静。暴风雨马上要来了。对，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。那几天也是跟平常一样，我下班去接他回家，然后他从学校出来，我去接他，这样突然就上来4个陌生的男人了，然后其中2个男人就是拉住他。他想过来，就是好像就想护着我，这我能看出来，他心里很着急。然后另2个男人上来就跟我打，我当时也没别办法，我只能跟他俩去打，打的全身也挺疼的。然后带头那个男的就直接给我说，我才是她的男朋友，我只是因为就这段时间已经不在这儿了，
所以说才让你有机可乘，而且你还在电话里边骂我。你有2个男朋友？是我上一任的男朋友，他分手了之后，然后就去了外地，然后又找了一个姑娘，然后那姑娘特别漂亮，就再不搭理我了。然后回来的时候，那姑娘甩了他了，然后他就看我跟别人在一块儿，就觉得心里不舒服。而且我跟前一任分手的时候，那是因为他比较花心，而且总是爱喝酒，出去吃吃喝喝的。回来的时候他就老是找我，然后就是那种有点暴力倾向。然后我们是因为这个分手的。但是他后来跟我说，还是你好，我们在一块儿吧。我不同意。但是他知道我跟他在一块儿之后，他就特别不舒服，特别想拆散我们2个。你就被打了？对对，身体和心都是疼。对，晴天霹雳的感觉。他走了之后，然后我就当场就说分手吧，实在接受不了。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想，因为这是前男友的事儿，我不想去牵扯到他，而且我前男友比较暴力，我会因为这种事儿伤害到他，我在劝，反正软硬都说了，但是他根本就不去听。这事儿发生之后没有报警，也没干啥，是吧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毕竟是这种纠纷的话，传出来对女孩子的名声不好。有什么名声不好的呢？你受到一个前男友的滋扰，然后现男友受伤，你在里面已经分得干干净净了，这名声有什么不好听的呢？他一直在纠缠，一直说我是他女朋友，就像我在脚踏两条船一样。就是你怕别人说你脚踏两只船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你踏了吗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之前一直太软弱了，一直在给他机会，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处理，自己可以解决。你当时就应该直接给我说清楚，这样我们还可以一起解决。你是不信任我？但是因为你的性格比较刚烈那一种，我怕我如果说了，不管是委婉的说还是直接的说，都会误会，都会有些隔阂，再不会像以前那样了。这个事情发生了，你也知道，这4个月的纠缠其实是她的前男友。如果说藕断丝连也不足为过。你伤心的当然是他骗了你，没告诉你，还被打了。对。但你有没有怀疑，他和前男友之间还有私情？当时现场的时候就是比较乱，我当时确实往这方面就是想过，可能他是不是背着我，可能一开始是没分干净，跟我一块好的，然后他觉得可能是，就是说我脾气比他前男友稍微好点儿，好很多，可能所以说他在车里把他前男友放弃了。我开始也确实这么怀疑过，反正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确实没见过他背我偷跑出去约会什么，这倒是没有。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也挺专一的，就只不过就确实有这个陌生电话一直在骚扰他。其实我相信呢，你对前男友当然是彻彻底底想要分开，但是4个月你发现想要完全摆脱他没那么容易，最终现男友被打了一顿，也许真正能够让你们和之前的男朋友彻底放下这份纠缠的情感。对，是我已经完全放下了，但是我真的放不下他。因为他之前对我特别的好，每次都是特别细致入微的。像我如果说是去实习的时候，他都会跟我帮助。然后如果我遇到什么困难，立马给他打电话，无论多忙都会立马给我回电话，然后告诉我去怎么做。如果说一起去压马路的时候，他就会把我护在身后，开玩笑的跟我说，如果车来了先压我。其实我一开始跟你谈恋爱，就是觉得感觉你很乖很懂事，然后才开始跟你在一起，然后我也确实很喜欢你，我带你出去见我朋友，他们也都说，那个小杨，你这次找女朋友绝对是真找对人了。然后我也想着以后那个一直好好走下去。然后你平常可能偶尔也会发些小脾气或者小毛病什么，我都能忍受，可以在我眼里这些都是优点。但是之前发生的那些事，真是你是又是骗我，就感觉而且有点就是挑战这种原则底线问题，然后真的当时一时开始有点接受不了。
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骗你，我初衷也不是想过骗你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带上这个烦恼。我替姑娘说2句吧，其实女孩也是个好姑娘，但是谁能保证在情感当中就没有一点纠葛呢？如果没有前男友，如果那个男孩不来打扰她，其实你们俩是一对别人挺羡慕的小情侣。所以爱情有时候真的我们不想有考验，但考验就是来了。你够不够爱他，他够不够爱你，能不能共同经得起考验，那是你们自己说了算，对不对？分手1个月了，今天能来到现场，相信情未了，但是继续下去，还是真的了断算了。听听老师们的主意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倪老师态度很坚决，了吧？因为我只知道的是，他在跟你谈恋爱的时候，也许顾及面子，也许顾及麻烦，也许顾及往日的恩情，唯独没有顾及你。我觉得呢，人都是要成长的，经历了一些事情，经历了一些比较，你才会知道谁值得珍惜，谁是真的对的那个人。OK， 我觉得现在你是知道了，他才是那个对的人，你想挽回他 ，OK， 用你的行动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断不了的，你就坚决一点。还是他打电话你就接，凭什么呀？为什么打电话你就接啊？你可以不接，你可以拉黑他呀。像刚才2位老师报警，证明你对，就证明给他看，证明你爱他，你在乎这个人，这个人才是你最重要的那个人。你让他没有感觉到他是重要的那个人，他现在今天还能来，我说明这个小伙子不错的，这个弟弟不错的，我觉得。你呢？既然你也来了，你是想给他一个机会，我觉得你也是能放不下，你可以考虑一下给他一个机会，你们可以再试一试。我是不想让你们俩分的，我觉得还真的他是挺不错的一个人。对。涂磊老师，3个人都有问题。有一个定律，但凡是处于3角恋关系当中最壮最重的那个人，一定是中间的那个连接点是最有问题的。他不是没有问题，他当然有问题。他善良是吧？他善良就是他的问题，就是你这样的人才纵容了这样的人。如果你不熬那几个月，他可能也不会拖这么几个月。你做的不够明了，恰恰是你的善良纵容了他的迟疑。而至于那个前男友，但就行为过程看来，我只能理解前男友是一个蛮横、粗野，但是还不失为是一个这个比较痴情的男人。你看，在发生这个争执的过程当中，我再次强调，打人是不对的，但他没有伤害你，对吧？倒是你，其实我挺体谅你的。这4个月好过吗？不好过。你看你说的几个关键词，第一个关键词，我怕你误会，啊，这是很多情侣当中都会说的一个问题。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这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，或者说你处理不了，我自己能处理，又或者是一种自私的体现。虽然我们是爱人，但我不希望你过多的干涉我的生活。但其实你是一个把事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希望他能够把它用纸包住的一个人。第二，我问你报不报警，你首先蹦出来的反应是对女孩名声不好。但如果你要是爱她，你得多心疼她。凭什么她谈段恋爱要挨顿打？你很自私，你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名声，邪不压正啊！正常的情侣受到前男友的滋扰，报警多正常。但你第一反应是名声不好，那我只能认为你内心确实认为自己做了一些藕断丝连、不清不楚的事儿。你觉得你在这4个月的过程当中，或者发生这样的一个打斗案件的背后，你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元凶，所以你不好意思报警。但是有哪个真正爱自己的男朋友的女人，当发现自己的男人受伤，为了自己而受伤，不清不白的而受伤，她不会愤怒的去维护自己男朋友？你没有。我们俗话说，人善人欺天不欺，人恶人怕天不怕，除非你自己内心害怕。但是我想跟你说，姑娘，如果你自己的腰杆子挺不起来，你自己不1清2白，
就不要谈前男友有多纠缠，也不要恨今天的男友有多无情，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最终结果。但是我只想说最后一句，就是你待会儿别出来。为什么别出来呢？因为你现在还不是个一清二白的人，你得把自己摘清楚才能出来。我倒是想看看，如果你们俩真分开数月、3月、4月之后，你还会不会跟前男友在一起？如果前男友再次诚挚的来邀请你的话，你是否会在猛烈的攻势之下再次妥协？你首先得自己熬过这一关，才有资格跟他说我们再在一起。老师们的态度你们都听明白了，但路在自己脚下，情在自己心中，怎样选择是你们的自由。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之前是我做错了，我现在特别的悔恨。我觉得如果我当时解释清楚的话，可能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结果。就像老师说的，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自私，也没有那种能当断得断的那种魄力。以后我会有的，我也会长大。我希望你还能跟我在一块儿。其实就在谈这么长时间，冷静下来之后，然后听了3位老师的建议，我觉得其实最了解你的应该还是我。我相信你只是思想不成熟而已。好，时间到，请亮灯。有可能啊，姑娘。小伙子其实主意挺正的，当初决定和你分手，今天决定陪你来，一会儿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你会不会出来？他会不会留下？去短暂的思考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2位请回。请关门。趁他们关门的时候，让他们想一想的时候啊，说上几句话。其实坦率的来说，今天让他们别出来，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分开，至少得冷静数月吧。至少得好好把这事儿摘清楚吧。如此匆忙的出来，给对方面子啊？或者是给前男友看？爱情不是证明给任何人看的，爱情是2个人自己过的。我相信男孩子今天来呢，是因为心中的情感还在，只是这段伤害和打击太大，而他是否能接受，也许是一个崭新的女孩呢？让他们思考一下。关注节目信息，请关注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、网易娱乐、凤凰娱乐。欢迎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V、巨力、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，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呢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关注本期的内容。好了，2位年轻人作何选择呢？请开门。当情感中的